大家晚上好，大家晚我们上好。又开始了一次新的直播。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所以的话，可能大家能看我这儿的画面比较糟糕，这也没办法，这就是我笔记本上的摄像头。对，请大家原这个谅一下吧。是，过年好啊！首先啊，这个我们应该是春节以后第一次视频见面哈。先这个土拨鼠过年好，然后这个对听众们、观众们过年好。对，老范也过年好，而且今天对，应该是初五是吧？马上就初五，对破五了。对，对，再跟大家拜个晚年吧。拜个晚年，大家都吃饺子了没？啊，这个应该是这个破五吃饺子啊，这个反正北方人的习俗是这个。嗯。不知道广东你那边是破五有没有什么要吃？哎，不，但北方反正从初一到那个什么，你每天吃饺子都不算大错。我广东这儿还真不太清楚，我们这儿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在广州现在。好吧？看灯饰，对，花市还叫灯饰。嗯，灯会。嗯，好啊。那么大家过年好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聚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前面马斯克吹了很多的牛啊，说是要发100万颗算力卫星上去啊，说这个事儿实在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那么很多国内的媒体呢就会去传说，哎呀，中国人造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世界第一啊，全世界太阳能电池板都是咱们造的，这个是不是又可以卡马斯克的脖子了？对吧？这个咱们又莫名其妙的又赢麻了一回啊！所以呢，这个一般在互联网上啊，或者说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些跟航空航天有关的赢麻了的故事呢，我都会找到土拨鼠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事儿分析分析。万一咱真赢了呢，咱也开心一回，对吧？万一没有真赢呢，咱们也稍微的冷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马斯克真的发100万颗的这种，或者叫100万吨的这样的算力卫星上去啊，然后在天上使用这些太阳能设备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已经内卷的没边的光伏产业是不是又有希望了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对，又赢行啊，行啊。麻了啊，我们又赢麻了。首先啊，老范，我打断你一下。你说我觉得马斯克说的这个所谓这100万颗卫星，而且看你的那个说法，好像是说你和底下跟我聊的，好像是说一年要打100万颗，还是说短对，期每年内就要打100万颗？对3年对，内我觉得这个属于马斯克肯定是在吹牛的，绝对是是在吹牛。为什么这是么说呢？就是比方说啊，100万颗卫星，我们就按照什么？按照这个大概一颗卫星1吨重吧，一颗卫星一是，吨重来算，也就是比这个现在用的星链2.0 mini 稍微重一点儿，但是要比星是，链的这个V3还要轻，大概就是一颗嗯卫星1吨重。那换句话说，即使用星舰，你一艘星舰，大概即使它实现了商业发射，它一次发射100吨，那么也就是能打100颗。这样的算的话，嗯，你要一年100万颗，你大概一年要打10000发星舰，对吧？是啊，一年大概要打10000发星舰，平均下来一天就是30个星舰。嗯，平均下来一年是30个星舰，一天是一天30个星舰。假是，设马斯克手头有30个星舰的话，那么你等于发射周期就是复用周期啊，从发嗯射然后回收然后再发射，这算一个复用周期。只有多少天？只有一天时间。你知道零零嗯九现在是多少？零零九正常情况是20天到1个月，嗯最短做到过9天多，将近10天，是这么一个嗯，规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要一天打30个星舰，你是不是一天有30个星舰发射场？你是不是有30个星舰发射场？这些也都要解决。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吧。那么我们把所以这个事儿呢稍微的还原一下啊，因为马斯克呢
在今年啊，就2026年1月、2月呢，非常非常密集的参加各种访谈和节目。这些话呢，很多都是他说的啊。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有人给我去讲说马斯克讲的话呢叫美好愿景啊，你要把这事儿都是可丁可卯的去跟他较真儿呢，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就是很多 SpaceX 和特斯拉的这个官方文档上写的是。就是马斯克讲的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最优情况大概能够达到这样啊，他大概就是他会加上一些定语。然后呢，马斯克现在吹的牛呢，第一个是100万颗啊，这个事儿呢是 SpaceX 已经向美国申请的这个资源数，这个事儿呢是已经确认的，就是他确确实实向美国应该叫电信委员会还是什么地方去申请了啊，说我要打100万颗上去。但是呢，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上限啊，并不是说。真的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100万颗都打上去啊！这个事儿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事情。然后呢，第二个我也插你一句，你说啊，是这意思。最终不是美国电信委员会批，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最终的批这个卫星的，包括你的轨道，包括你的频段，这不是美国的批，而是国际电信联盟来批。这是第一点。但是国际电信联盟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向我报之前必须得获得你本国的电信管理机构的批准。所以中国也一样，中国你比方说向国际电信联盟去申请那什么20多万颗卫星，也是先经过中国自己的电信管理部门批准之后，再向国际批。所以的话，他向美国的申报，然后美国批完了，后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对，是。然后呢，这个100万颗呢就变成了100万吨啊！这100万吨呢，应该是马斯克在欧洲，应该是达沃斯论坛上接受访谈的时候讲的啊。他说我要往里面去每年啊向这个太空的轨道投放100万吨的这个质量吧。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做这个太空算力中心的啊。然后呢，在这个100万吨里头呢。他认为说未来3到4年啊以后就可以达到每年100万吨的入轨了啊，但是这个可能就有点难了啊。那么这个每年100万吨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这个土拨鼠算的啊，1年发1万次啊，因为它那个一次是100吨嘛，100多吨上去，1年1万次，然后呢大概至少要20到30艘。其实如果算上它这个更迭的速度，大概我估计100艘都是合理的一个。星舰数量啊，但是你比如最关键，你还要有30个星舰发射场啊，还得有30个星舰发射场，还要有最少30个星舰发射场。对对对，这个肯定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再去折腾吧。而且星舰发射场这个东西，你还要有那筷子啊，这个东西还不是那么好建的。而且老范，我还得插你一句，打断一下啊，而且是这个意思，现在用筷子就是为了快速复用。它等于发射台和筷子是一起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星舰的1子级、2子级回来以后，都用筷子来回收，就在这个发射台上。所以，这个回收的火箭占着这个工位呢，你不能够用这个工位再打其他火箭，所以它的发射场数量必须得够，最少30个。是，所以这个都是反正很伟大的未来吧。而且呢，他认为啊，他这个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可以降低到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个我估计也是有些难度的，至少以目前的星舰的这个算的话，可能还是有些难度的。然后马斯克，你说哎，老范，这个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我补充一下啊。第一个是说，我们按2个价格来算，就以009为例，按2个价格来算。009的第一个价格是对外承担商业发射的市场报价，那么一发二手的009火箭发射一次的话，大概是4000多万美元，4500万美元嘛，或者我们怎么算都行啊。然后如果算15吨的发射重量，如果要是每次发射是15吨载荷的话，那么大概合3000美元1公斤。您刚才说的是100是吧？如果我们按 SpaceX 的内部价格算，我核算的009一次的发射成本大概是1200到1500万美元，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是也就是大概算是1000美元1公斤吧。
算是$1000一公斤。你刚才说的是要降到100，这条路也挺远，也挺远的，对。而且呢，按照2019年马斯克吹的另外一个牛呢，这个星舰的发射成本是可以降到$19一公斤的。哎，吹就吹吧，这个就没办法了。对。然后呢，是马斯克对于太空太阳能的一个设想啊，这是2月份他在美国参加的一次很长的访谈里头说的一些话了啊。但是这个话呢，他讲的是说中国的太阳能板啊，就是咱们现在用多晶硅做的这种太阳能板，可以达到呢$0.25到$0.3一瓦啊，是这样的一个成本。他说如果放在太空的话，因为有更强的日照啊，有更轻的结构，所以呢，它这个成本应该是中国的1/5，也就是$5啊到$6一瓦啊。如果再去掉电池的部分啊，因为你这个太阳能板如果是在地面上的话，你晚上没法晒太阳嘛，你就必须要有电池组来去供电啊，所以呢，它会要更提高成本啊。所以呢，他说认为啊，这个送到太空上的这个太阳能这个面板的话，它的成本应该是中国的1/10。啊，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应该是中国的1/10，也就是$2到$3啊一瓦的一个程度。但是这个我觉得肯定还是以现在的制造水平和能力来说，基本上是天方夜谭的一个事情。那肯定啊，地面的我们看到的啊，说中国光伏产业非常强大，说是这个产能非常非常大，然后在沙漠里面铺太阳能电池板，那和太空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和太空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地面上用的10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的重量，可能还不算你刚才提的电池啊。我们把它分成几部分，精确的分成几部分。是太阳能电池板，然后呢，包括这个框架，然后包括这个输电的电缆，然后包括你的电源，咱们可以把它精确的给它细分，因为现在必须要细分这么谈。我们光说太阳能电池板，可能每瓦，我当时原来我自己想给自己设计一房车，然后退休以后就开，所以我当时就在车顶，就是我设计的时候就已经算了，车顶上铺太阳能板，大概要铺多大什么的。那时候就是考虑就是什么呢？算成本的时候就是1瓦大概1块钱，这已经是10几年前的价格了。所以的话，马斯克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呢。但这是地面用的，你知道，就是说，比方说啊，像是这个1瓦是在地面上可能1瓦1块钱，或者说1瓦你说的$0.2，这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要是天宫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1平方米还不到1瓦，天宫号的大概要3平方米才是1瓦，大概就要1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你理解这个意思吗？1000瓦是3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的话，在这个1瓦的话，大概是300块钱人民币。这个价格和地面的1块钱，这差了300倍。是，对，国际空间站上，它的太阳能电池板有旧的，有新的。因为国际空间站从上世纪90年代就这样了，所以它的太阳能电池板最新的和中国现在的天宫号上的差不多，它也是大概是10几万美元1000瓦。这个就属于它还是小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实验室的，连小批量都不能，批量都没有，实验室产品。对，那它这个价格应该没有特别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最后能不能达到它这个，我觉得后边还要咱们再去讲。后边这一段呢，这个我来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这个就是中国 A 股的看场风波，因为什么呢？就是前面就传啊，说马斯克的 SpaceX 跑到中国一个光伏厂去看去了，然后呢，这个是谁传的小作文呢？路透社啊，还有一堆的美国的或者说欧美的这种主流媒体在传啊，他去了这个厂，去了那个厂，然后传出小作文以后呢，这个厂的这个股票就暴涨。涨完了以后呢，大概一般过个2、3天以后吧，这帮人会出来澄清啊，说我们跟 SpaceX 没有签任何协议，然后这股票啪嚓再掉下去，这个呢叫看场风波。
这个里头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啊，就是中国制造，大家都觉得很强大，但是背后呢，其实有一个秘密，大家可能不是那么认真的去理解，就中国这个制造业怎么强大起来的。其实是美国很多公司带着技术标准甚至是设备到中国来挑选工厂，然后进行改造。改造完了以后，再说，哎，你去给我造苹果手机，再给我造什么东西。这个里头最有名的就是果链啊，果链里边的所有的制造工艺、制造流程，包括制造设备，都是苹果做的，不是中国工厂做的。然后还有特斯拉链啊，就是整个给特斯拉供货的这套东西，都是特斯拉来提出要求，特斯拉给你提供设备，特斯拉给你去出所有的这个工艺流程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才拉起来了。然后这个再进行扩张啊，因为美国这些公司呢，它也比较贼，对吧？它不会说我跟一棵树吊死，它会多选几个，然后选备份。那么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就这么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其实我们的好多这个东西发展起来是这么来的，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啊，我又发明了这个，我又发明了那个，就是美国人说，哎，我都设计好了，你就照着我这做吧，对吧？它是这么来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被看的厂，对，还有一些被看的厂呢，其实压根就不是中国公司，而是欧洲的好多厂在中国设的这种分公司，比如 ABB 啊，就是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械手和机器人的这个公司，德国公司。然后呢，他们是在太仓吧，还是在哪儿？就是有自己的啊最大的生产厂。那么苹果说了，我现在需要什么什么东西，或者特斯拉说我现在需要什么什么东西，他就直接上太仓说你给我定吧，定完了以后我把这东西弄过去，然后我去调。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一个过程啊，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那么看厂的流程是什么呢？就是先是比如苹果也好，特斯拉也好，或者谁也好啊，先进来看，看完了以后觉得，哎，你们这帮人啊，还是可塑之才，对吧？肯定你现在生产不了 iPhone 啊，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改造的。然后呢，你先打个样啊，生产一个小东西出来，然后我们来改你的厂，改完了以后呢，小批量验证，再去签框架协议啊，就是签框架协议，就是我都给你改好了以后签框架协议，然后才是正式订单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美国公司会拿出技术和验收标准以及各种设备啊，当然很多设备也是在中国生产制造的啊。那么最近呢，在中国看厂的美国公司有哪些呢？第一个是 SpaceX 的光伏组件啊，这个是因为马斯克已经说了嘛，我们要发100万吨上去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传的是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灵巧手啊，现在据说他们也在国内看厂。然后还有呢是 OpenAI 要造硬件啊，是甭管是录音笔啊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啊，说也在国内各个火链那地方看厂，以及呢谷歌的 TPU 啊，这个东西不是Gemini 很强吗？人用 TPU 训练的，对吧？它那个液冷组件啊是要在国内看厂去找人去做的，就是看到谁啊，这个谁的股票就涨，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说自己上来发文章说，哎，我被人看了啊，这不行。因为呢，看厂的时候是要签 NDA 的，要签保密协议的，你不能自己去说去。所有说这个谁被看了的这个文章呢，都是路透社这样的国际主流媒体他们说的，啊，所以叫小作文嘛，路边社发小作文了，对吧？那么有人来看厂啊，那么这个股价涨啊，过几天再出来辟谣。现在呢，发了辟谣通告的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证监会的网站上可以查到的啊。第一个呢叫晶科能源啊，然后是天合光能。天合光能呢，它是早期跟特斯拉和 SolarCity 啊跟他们合作的，因为马斯克原来是他弟吧做的那个太阳能铺那个屋顶的那公司叫 SolarCity 嘛，啊那个是天合光能来做的，还有叫协鑫集成、高策股份、双良节能、国盛科技啊，就是这些呢啊都是这个出来发了通告的，还有一些呢就没发。就是没发呢，但是他不否认也不承认。这个里头呢，像什么 TCL 中环呀，这个京盛机电呀，中来股份啊但其实这些公司跟真正能够做太空太阳能膜或者太阳能板这个事情压根就没关系，对吧？他们谁都做不了。然后所以传的说是这个 SpaceX 上他们那看厂这件事呢，就是属于纯扯淡了啊。所以啊，在这个故事的结束呢，要跟大家讲一句啊，叫炒股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就是即使是路边社传的小作文呢，这个大家也别太当真的去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边呢，我们啊要一起来去讲这个事儿，叫做太空光伏跟地球光伏完全是两回事儿。
行啊，我还得补充一句，老范，就嗯是什么呢？实际上啊，就是说所谓中国的这些高端制造啊，我们如果要是我来看的话，一嗯般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嗯消费级产品，一般还嗯不是最高端，是次高端嗯的产品，嗯，消费级。但是到是，科研级的话，那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没有了。而我们嗯马上要谈到的航天的这一块儿的话，是，那最少就是说，次高端的，现在不管是嗯国际空间站还是中国的天宫都已经用了，但最高端的，我现在还没看到中国有这个技术，即使在嗯实验室也没看到。嗯是。那么现在的话，咱们地面上用的太阳能板的话，它应该叫多晶硅片，对吧？大概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1000瓦的重量呢，我去 GPT 查，告诉我就是它这个板的重量大概是60公斤以上。差不多吧，我查到的是50公斤左右吧，五六十他公斤吧，跟我讲的是可以到六十公斤，这个水平。而且它而每平方米大概发电功率大概也就200多瓦。当然，是，这是因为在地面上的时候，大概它的光照强度只有在太空的要75%左右，70%到啊，77%，我们可以认为是是75%左右。嗯是。对，太空呢用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啊，我现在看到的叫多节，实际上3到对5节的，它讲的叫砷化镓，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对，设备，砷化镓，或者这样的一种原料吧。对，砷化镓的膜，而且就是对，说理论上讲，节越多越好，节越嗯，多的话，它的单位面积的发电功率就越高。所以现是在是像天宫号和国际空间站上的最新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3节的，而是，在实验室里，那欧美的实验室，比如 Rocket Lab，它就搞那嗯个叫 IMM 型的这个砷化镓，那它是4节的，它大是概每平方米可以发电在太空啊，大概可以发电到430瓦，而3节的大，OK，概只有330到340瓦，嗯这个就最高嗯了。那块儿就大概要高出了25%，而且它可以嗯做得更薄，所以它的重量也更轻。嗯如果我们用以前的这个3节的话，嗯每平方米的重量可能是比如说6公斤，比如嗯，说6公斤。如果要是是，4节的话，可以降到1.2公斤，大嗯。概是这个意思。嗯，是是，因为现在你发射上去的话，最核心的还是重量，因为反正它这个东西是可以卷的，就是它体积还是可以好控制的，就是可以卷，对，可以折叠了。折叠吧，啊，可以折它不，叠，所最以关键的是什么啊？我给大家看个嗯这个，现在这个呢是2010年的时候，日本发射的一个叫做伊卡洛嗯斯太阳帆这个探测器。嗯这个探测嗯器就是没有发动机啊，纯靠太阳风的光压，准备探嗯测太阳系的。它嗯2010年的5月份发射的。这个东西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探测器的重量只有14公斤，但是它这个太嗯阳帆是一个14米的长度达到14米边长的这么一个正方形，这样嗯的一个正方形，它的总面积就是呃196嘛，就是196平方米了。而我们看它嗯的4个角是4块配重，刚才说了它的重量只有14公斤，这4个配重就有2公斤重。嗯然后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块有一个浅蓝色的这个区域是吧？这实际上是一个薄膜，这个薄嗯膜的厚度只有7.5微米，只有七点嗯五微米。然后它的这个薄膜的重量只有2公斤重，这是一块儿。嗯然后它为了节省这个空间呀等等的，它把在这个太阳帆的薄膜上再贴嗯上，比如边缘这个橙色的这种的液晶片，然后呢还有这个深色黑色的这种太阳能电池板，这是嗯正航天上用的，但是它还不是现在的这种砷化镓的多节砷化镓的技术，它还是老的那种技术。所以的话，它的发电硅晶片的，效率还不是很高，但是它嗯已经能够把每一片太阳能电池板
做到多厚呢？25微米，那个膜相当于它的基板7.5微米，然后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25微米。也就是说，未来如果你真的是想去建太空算力中心，用的至少得是差不多这样的厚度，然后叠加3节甚至是4节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这才有意义嘛。是这样的。所以跟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用的完全是2个不一样的东西。对，现在的话，能够去生产这种3节砷化镓的呢，最大的一家应该是叫做，它这玩意儿怎么念呀？叫 Spectral Lab。Spectral Lab， 还有那 Rocket Lab，Rocket 就火箭实验室，火箭实验室这个做的也很好。是，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这家Spectral Lab， 它是波音下边的，火箭实验室下边那个叫 Solar Technologies 啊，反正他自己下头还有一个名字，就反正就大家记火箭实验室就完了。然后还有一家是德国公司叫 Azure Space 啊，是个德国公司。然后呢是这个夏普啊，就是日本做电视那个，以及呢还有一个叫意大利空间太阳能电池公司啊，这里头其实没有中国公司啥事儿。所以呢，我们这里面打断你一句啊，这几家公司是都具备3节能力的。前面那家波音公司和这个 Rocket Lab， 我确定它是具备研发就是在实验室里制造4节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能力的。另外你说的那几家我不太清楚，但是那2家是具备4节太阳能电池的能力的。是。现在呢，就是马斯克 SpaceX 的龙飞船啊，用的就是波音的，就是他用的是这家的这个3节的砷化镓。中国呢应该有小规模的实验室生产，一个呢叫中电科太阳能，一个叫三安光电，就是他们呢是可以做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叫做什么天宫空间站上用的这个100万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玩意儿，它就是这种地方很小规模做出来的。天宫号上的很可能用的就是中电科的，中科院的。中电科的，就是我们呢能够实验室里做那么一点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对，所以就是不要说我们的什么地面的这个光伏很强，就是航天的光伏就一定很强，这个不一定，这个真不一定。这个是完全2回事儿。对，但是呢，现在在天上飞的东西呢，其实绝大部分呢，不叫绝大部分吧，就是大部分呢还是硅片的光伏组件。就是现在这个3节或者多节的这种砷化镓呢，还是比较少的啊，因为9000多颗的，就是现在天上一共的人造装置大概是15000个，里头有9000多个呢是是 Starlink 的卫星，而 Starlink 卫星里头用的其实还是硅片啊，就是现在的每一颗 Starlink V2 上面是102平米的硅片光伏组件，但是呢，它这个光伏组件应该是在德州这边去生产的啊，因为但是也不好说，因为呢 SpaceX 在 LinkedIn 上是有招聘的这个职位的，在德州的在招聘这个叫做工业化和这个规模化生产太阳能组件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但是呢，他有可能在德州就是直接招人就开始造了，也有可能这哥们儿可能就招聘了以后坐着飞机上中国来看厂来了，这个事儿可能性都还是存在的啊。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对于假如你真是想发射100万吨一年的话，那么这个重量是很重要的，这个重量真的是太重要了。是的，对，所以的话，你就还用这个硅的，可能就不太合适了，不太现实了。对，是相对啊，这个砷化镓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尽管很贵，比如像天宫号上说是每平米100万人民币，但是那个因为那是实验室嘛，那个是实验室，你实验都得单独做，是吧？这些成本肯定是高，专门设计然后单独做，你不管是算研制成本还是算试验成本，摊进去都很大。但是如果要批量生产，那个价格还是会下来一点的，是的，下来。是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卡脖子的机会是不是就没有了啊？我看这个上面有人也说了，哎，这没中国啥事儿了，对吧？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啊。首先呢，做这个
膜呢，它最先进的标准工艺都不在中国人手里啊，都是在美国公司手里的，甚至有一部分可能在日本和德国公司手里边啊。这个是其实跟大家的基本逻辑认知是一致的啊。但是呢，它的原料啊，因为这个里边砷化镓嘛，首先需要金属镓啊，这个东西99%产自中国啊。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叫锗，70%产自中国。但是呢，要注意啊，中国呢是99%的低密度或者叫低含量的这个镓的这个生产是咱们这儿的，然后真正提纯这个东西呢，中国也产啊，但是很多是在美国、日本、韩国在这种地方在产，因为你最后要把它重新提纯到高纯度，才能去干这个脱茄太阳能的这个事情啊，那么还是要有很多事情来做的。至于锗呢？虽然中国产70%啊，但是这个金属的，就是废品回收的利用率非常高。就是现在欧美他们大量是直接回收已经用过的这个锗啊，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啊，大概是这样的啊。而且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咱们现在产了99%的镓，但是一年大概也就是700多吨啊，这个东西量非常少。如果真的是按照马斯克说一年发100万吨的载荷上天的话，咱这700多吨可能不够他造的哈，这个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这个锗咱们大概一年也是生产个几百吨啊，就这种金属就是一年的，就是总产量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一旦就是真的100万吨的这样的东西扔上去。到底最后是用晶片啊，是用硅晶片呀，还是用这个砷化镓呀，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估计就跟刚才咱们讲这个，你到底要建多少个星舰发射场一样，以我们目前的状态去想象，可能还是有点超出想象力范围了。反正总的来看吧，就是中国肯定在这里面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对。有多大？特别是我们现在等于西方国家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可能会拿稀土来，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正在想办法来化解这个。不是前一段时间日本不就到海底去采了吗？采稀土去了吗？对。因为造这个东西污染还是挺重的啊，就是你最后降低成本，肯定还是，比如说在污染上，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或者是我们这儿没有人权组织，没有环保组织啊，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降低这个成本。但是这件事情呢，把这个生产的环节放在中国，对于 SpaceX 来说还是比较不可控啊，因为马斯克前面就做过一个事情，他把所有跟 SpaceX 相关的供应链挪出台湾啊，然后呢，其实大陆这个事儿他没说啊，因为毕竟大陆是他最大的市场和这个最大的工厂，所以他就没好意思说。但是我估计在中国大陆应该也没有什么他的这种供应链，因为他必须要保证你甭管啊这个打出狗脑子来还是打出什么来啊，你不能影响我这一年100万吨上去啊，但人家应该还是有这样的考量在里头的。至少明面上这肯定没有 SpaceX 的供应链，明面上肯定没有。是的，其实在美国现在这些大厂呢，你想完全躲开中国供应链，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困难啊。就是甭管是英伟达还是谷歌的 TPU、亚马逊的各种机房什么这些东西，虽然它那个芯片是在台湾生产的啊，就是台湾台积电去生产。但是最后的封装测试，然后板卡组装什么这些东西，可能很多还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保税区里做的。对。那么下一个呢是这样啊，就是不是有可能通过看厂的方式来进行供应链转移呢？就是我个人啊，对于特斯拉供应链的这种了解吧，我感觉最大的可能性是通过这种方式前进，因为虽然中国自己不掌握这个砷化镓最先进的制程和工艺啊，这个我们没有，对吧？但是呢，马斯克如果真的要发100万颗卫星上去的话，他有可能能够从 NASA 或者从这个地方是可以买到授权的。买完了以后呢，他会选择一些觉得还不错的厂啊，先去看完了以后呢。
说来啊，你这个厂不错，但是呢，你给我建到越南去啊，你给我建到马来西亚去，建到印尼去，给我建到泰国去，或者建到墨西哥，甚至你给我建到美国去，对吧？你像现在这个宁德时代就跟着马斯克跑到墨西哥、跑到美国去建厂去了，对吧？那这个供应链它不就安全了吗？对吧？我们从中国把锂矿啊，中国其实也不产锂矿，就是我们从中国把各种的技术和什么工艺都搞定，然后就你马斯克你说上哪儿去我们就去哪儿啊，所以有可能最后啊我们还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参与进去，但是呢，这些应该叫华人公司啊，但并不是中国公司，他们最后可能会通过一些 VIE 的架构来搞定这个事儿。其实现在中国的很多先进制造。在加拿大，在墨西哥，在土耳其，在匈牙利啊，就是昨天我还看说，中国向欧洲的投资大概接近一半是给匈牙利了啊，因为那个匈牙利那个古尔班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右的一个哥们儿，然后对中国也是这个至少把咱们毛捋的比较顺呗，我们就把各种的电池厂啊，什么那个电动车厂全都搁那儿了。对，所以有可能这就是未来的中国机会啊。反正总的来讲，最少中国机会在这一块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乐观吧。我觉得最少肯定没有那么乐观，是的，因为这完全也不是一个东西。是，OK，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这个，首先，马斯克现在所想象的这种3到4年以后每年向天上扔100万吨载荷这件事情，以我们现在的，反正至少以我现在的想象力来说，还是稍微的有点想不明白的啊。这个就是你到底要有多少条星舰，多少个发射基地，这个还是有点难的。以我的想法就是根本不可能。以我的想法就是，他说3到4年之内我可以就把话放这儿，绝不可能100万吨，绝不可能每年。10年呢？10年的话，我觉得想来实现的话，难度也很大。你的年增长率大概是平均下来大概40%、50%。对，因为马斯克吹的很多牛呢，就是他吹了，吹完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人家说我2017年就要这个全自动驾驶了啊，现在都快10年过去了，也真的快要全自动驾驶了，只是晚了10年而已，对吧？所以这个，因为今年还有这个 SpaceX 要上市嘛，对吧？这个大家就要想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一部分算到它的市值里去啊？对。反正就是说，大概是这意思吧。比方说，你要说20年，我觉得还有可能；要3到4年，我绝不可能。10年，我刚才都说了，年增长率40%、50%，你想想有哪个什么样的企业能保证这样的？恐怕没有吧。这个事儿你要连续就互联网公司，你要连续10年，老范，要连续10年，年均增长40%到50%。我知道这个就是互联网轻资产公司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像 SpaceX 这个绝对属于重资产公司，重的一大糊涂的重资产。轻资产公司能连续10年吗？我觉得连续个5年，有连续10年的吗？真是有机会的。这个是有机会，有机会。我是说有实力。在历史上肯定出过这种东西，就是这种叫妖孽了，这个还是有过的，是吗？反正我是没见到，就是10年年均增长50%、40%。是这个，你要搁到区块链里，100倍币、1000倍币这多去了，这个不能乱讲。你那个又不造实物，你那又不造实物。所以是轻资产嘛，对，轻资产，或者叫市梦率啊，那个是有的。OK， 大概了解了。然后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 A 股看涨风波这件事呢，反而劝大家谨慎啊。这个，如果你真的有很多内幕小消息，你可以去炒这种股啊，但是这个入市有风险啊，炒股需谨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太空中使用的太阳能板啊，或者叫光伏设备，跟地面上的完全两回事啊。中国现在的所谓先进制造与此完全不相干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一点。最后呢，就是有可能最后还是华人工厂在给它生产，但是99.99%的可能性，这个工厂最后生产应该不在中国大陆境内啊，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对，
好啊，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评论吧。前面是给大家拜年的啊，这个过年好啊，这个新年好，这没问题，大家都过年好。然后你画面不清晰这事儿就没办法了，声音有啊，其他人都没说。台湾这儿不吃饺子，好吧？台湾不知道过年吃什么啊？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有声音啊，没问题，才6个人啊。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大概你那儿有100人，我这儿有100多人啊，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联合直播。要3到4个发射场吗？不是啊，要3到40个发射场。3到40个发射场的压力都很大，那都是第二天，第二天就得发射，没有休息，全年无休，1年365连轴转。但是这里头其实我们再可以稍微发散一下啊，因为呢，咱俩在录这个月球城市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讲过，就是如果它可以把这个工厂弄到月球上去，或者有一些物质可以是在月球上开采和生产的话，那么在月球上通过这种叫做这个电磁轨道炮，或者是这种叫电磁高质量什么投送器的方式啊，把它扔下来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够1年扔出100万吨东西出来呢？我先晚一点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咱们先搞清楚一个事儿啊，大家想一下，如果我要是在月球发射一个航天器，你觉得我要把它发射到火星更省推进剂，还是发射到地球？我要把它发射到绕火星轨道更省推进剂，还是发射到绕地球轨道更省推进剂？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觉得呢？就凭直觉，你觉得哪个？我觉得应该发射到地球这个省吧。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发射到火星上更省推进剂。为啥？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要从月球上发射。上次那个节目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月球的那个逃逸速度大概是2.4公里每秒，是吧？那样的话呢，我的方案就是首先发射到太空。达到这个月球的逃逸速度，然后利用地球引力拉到地球附近，达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我的航天器发动机再点火，点到11.2公里每秒，也就再来0.2公里每秒的德尔塔 V， 它就可以飞向火星。德尔塔 V 只有0.2，然后到火星上有一个减速，但这个减速相对来讲比地球的要小得多。因为我这个飞行过程中克服地球和太阳的引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已经消耗一些了，所以的话它就小得多。但是如果我要让它绕地球到地球这儿来减速的话，那么我要从11公里每秒减到8公里每秒，这还有4公里每秒的德尔塔 V。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月球发射的话，从这个绕到到火星，甚至比到地球还省推进剂。这是大家容易就是这个稍微的有一点这个违反常识啊。这个，因为我现在开电动车呢，只要是减速，我都认为是在发电。太空不是，减速就要消耗推进剂，减速也得烧推进剂。对，这是第一个，这是大家要明白的。然后再来说，老范，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从月球到发射到这个地球上可以，但是你觉得月球工厂能够在3到4年内建成吗？这个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反正这个我估计可能那个也得到10年以后。对啊，10几20年之后吧，月球工厂能建成就速度已经很快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呢。首先就是找水嘛。我一直说是先找水，然后能够在那块长期生存，然后还得在地面上研制成这种几乎是无人照料的工厂，就全自动化的工厂。大概比方说一个工厂里1个人2人，剩下是全自动化的。你包括可以使用像什么那个擎天柱机器人或者是阿塔拉斯机器人，那都可以，各种方法你都可以上，但必须是全自动化的工厂。然后2、3个人、3、5个人在那块照料。你得达到这种程度，还得在太空，还得在月球能够开采矿石，提炼这个什么冶炼。对，你当然那些原材料，我估计可能锗呀、什么硅呀、什么那月球上都有，
而且在月球上你要提炼氦三的话，硅就是副产品，副产物就是硅。是，所以这个还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对，这个完全不现实。这种算力卫星在太空中怎么散热啊？这个散热呢，你肯定还是要辐射散热嘛。估计它的重量没准比这个太阳能板还重，那个散热器。它的面积啊，先不说重量，它的面积大概是太阳能电池板的75%。啊，这个是，对，太阳能。也就是面积。你太阳能电池板的话，我可以算出来它大概需要多少面积嘛，对吧？1000瓦，比方说1瓦，我需要这个1瓦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大概面积多大？那实际上算力中心的话，你消耗1瓦的电能，基本上你散热就是1瓦。所以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大概那个散热板的面积大概是太阳能电池板面积的75%。就这个。了解。太空如果铺满太阳能电池板啊，这个铺满大家想太多了啊，这个那是戴森球干的活，现在这个离铺满还远呢。这100万吨，我估计1000万吨它也铺不满。这不可能铺满，你想地球表面积有多大吧？哎，这我还没算过。这个回头去让 GPT 算去吧。不是啊，6000，咱们算地球半径是6000公里吧？应该是球体的面积就应该是周长嘛派，4乘以不对，面积3.14。我没算过。不是，地球的表面积就是4乘以3.14，然后地球的半径是6380公里，再乘以6380，差不多就这样。4派 r 方6380的平方，4派 r 方，这就是地球表面积。你还记得我是已经完全把这个球体面积公式给忘了，我就光记得 r 的3次方乘派好像是体积公式。什么呀？4/3派 r 立方，那是地球体积，4派 r 平方，那就是地球表面积。是 r 等，好吧 ，GPT 后面算去吧。6380。所以这个还差得很远啊，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太空中光伏转化率还是太低了，这个应该要比地球高吧？反正他们现在都在讲说太空中的这个转化率要比地球高。不是转化率高，是太空中光没有被地球大气所吸收，所以光强度是这个地球的大概要高出相当于33%。大概是30%左右吧，大概要高这么多，因为没有大气吸收，没有臭氧层，所以的话，太空中的这个大气这个光照强度是大概700公里高的这个近地轨道，就是所谓的晨昏线轨道上，它的光照强度大概是1360瓦每平方米，就是直射的时候。但是如果要是在地面，比方说春分或者秋分的正午，阳光直射，正午12点，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在赤道上，我们的光照强度最大可以到1105瓦每平方米。是。而且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砷化镓的这种多节的这种设备的话，它其实发同样的电的所需要的面积是要比地球上的这种硅晶片啊多晶硅的这个还要大的啊，它只是轻啊，它的重量是更轻，但是呢面积其实更大一些。没有，至少以目前3节的这个算是要大一些。没有，老范，不是这个意思。地面上的这个硅的，大概现在能够做到最好的，大概每平方米硅的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量是205瓦205瓦吧，1平方米。但是如果要是在太空的话，还是这种普通的硅的啊，大概就可以到230、240。就还是硅的。如果要是3节的这个砷化镓，那大概是330到340。如果要是4节的砷化镓的话，是430到440。就每平方米，单位都是每平方米。那看来是这个刚才这个 GPT 给我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啊，它告诉我就是这个面积要大一些，只是重量特别轻。面积不会大。
有同等功率的情况下。是 SLS 下个月发射了啊，这个是载人的是吧？载人绕月，它这个是前2天刚做完了这个第2次试彩排。SLS 火箭的第1次试彩排不是有这个氢泄漏的问题吗？那现在前2天又做了第2次试彩排，这次试彩排还是不错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所以的话，目前如果要是进展顺利的话，3月7号应该会进行 SLS 火箭的发射，也就是阿特米斯2任务。载4名宇航员绕月飞行，走自由返回轨道。这个轨道也是未来的阿特米斯任务的时候，这个飞船的一条应急轨道。是。有人跟我讲了啊 ，ABB 不是德国的 ，ABB 是瑞士企业，好吧？这个机器人业务卖给了日本软银了啊，那行吧，那正好我今天讲机器人啊，这个明天早上放。对，瑞士跨国公司啊，好的，感谢提醒。但是 ABB 现在好像最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在国内啊，因为它的大量的客户都在中国。在丰台那个总部基地是不是就有 ABB 的一个？可能有，可能它反正在国内好多点了，它在江浙一带也有。光伏可不是这个路子啊，你高压25000里，奔赴出去啊，给西大没鹅毛没鸡毛关系啊，这个没看懂他要说什么。我没看明白他要说什么，我也没看明白。天基算力很快要成真了，这个我觉得天基算力呢，咱们现在只是讲到了它的发电和散热的部分啊，然后其他的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讲。目前呢，它是2种方案，一种是谷歌的方案，那个呢就是做一个特别集中的东西，大概是4公里乘4公里的一块巨大的太阳能板，然后底下是做一个很集中的这个算力卫星的一个群组。因为现在我们去做这个至少是训练这一块吧，你是必须要把这些 GPU 集中在一起的。另外一种就是马斯克这种分散的方式啊，分散的方式就是每一颗卫星它可能里头的这个芯片呢能够去解决一部分问题，而马斯克现在除了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光伏板啊、光伏组件以及 SpaceX 的发射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他准备自己造芯片，对吧？他说这个无尘工厂造芯片就是错的啊，我要在芯片工厂里吃汉堡抽雪茄，对吧？这要搞这么个事儿，因为马斯克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它叫傻瓜指数啊，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的原料跟它的这个成品之间的价格差很多的话，傻瓜指数就非常非常高啊。他认为芯片就是一个傻瓜指数很高的东西啊，包括原来的火箭也是傻瓜指数很高的东西啊。一旦他发现了这样的东西呢，他就会冲上去啊，这个把原来的规则啊，这个有一些呢会遵守啊，有一些可能他就会这个应用这个第一性原理就调整了一下啊，然后他就要去把这个傻瓜指数打下来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把这个电池啊、电车呀，包括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傻瓜指数呢，已经极大的降低了啊。后面呢，比如说这个多节的砷化镓的这个傻瓜指数呢，应该也会极大的降低啊。就是现在这个100万1平米这个事儿呢，对于马斯克来说，他傻瓜太多了，这一定是这样啊，他肯定还是会去这个肯定呢不是。这个肯定能降低，但是我不认为说是在那块儿抽雪茄、吃汉堡就能吃汉堡就可以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个我不太相信，我不太相信。马斯克的意思大概这样，就是说，这个造芯片里头呢，就是可能只有几台设备是需要无尘的，绝大部分的设备是并不需要这种无尘环境的。而现在的这个台积电呢，是你只要进厂。就把人穿的跟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大白似的，就是人就彻底进入无尘环境了。他等于是做了这样的一套东西进去，他说这个是极大的浪费成本的。对，这个他可能把这个无尘的这个扩大化了，芯片生产。就他马斯克就是把无尘这块缩小到最小。对，这个我认为是这种思路是对的。对，因为他呢现在是要去做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它现在的咱们特斯拉汽车上用的叫做
就是应该是 AI4芯片，就是特斯拉自己生产的 AI4芯片。然后现在呢是准备生产 AI5芯片，AI5芯片是马斯克跟三星一块合作做的，因为它里边的 CPU 是三星的那个ARM 芯片啊，就是三星的工艺，然后整个这套东西都是三星来做。然后三星的李在镕呢也已经承诺说，他准备在德州去建这个工厂，给马斯克来搞定所有后边那个事情。然后后面的 AI5呢是要上特斯拉和这个擎天路机器人，AI6的话就准备上星链卫星了。就是那个的话，应该是属于服务器芯片这一块的话，就还是要一步一步往后排吧。到底是3年、4年还是5年、6年啊？这个事儿，马斯克这个吹的牛好多呢，我得一个一个去实现需要。对呀，太空温度本来就极低，根本不用散热啊。这个我觉得您还是要再稍微的思考一下。它虽然极低，但是你还是要有热散失、交换、蒸发，因为你在那儿没有物质嘛。它没有交换，没有蒸发，你就只能辐射，所以这个效率还是挺低的。对我来说吧，就是说，对，第一，我建议你看我和老范以前做的视频，实际上讲了。现在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就是热交换3种模式：热辐射、热传导、热对流。太阳的热能传到地球是通过热辐射，因为太空中没有物质，所以的话只能通过辐射。那我们的卫星也一样，我们在地面吹个电扇啊什么的，那是热对流。比方说，或者一块铁，这头烧热了，那头那个也热了，那是热传导。因为太空不存在物质，所以散热就是依靠热辐射。所以你外面的温度再低，你的传输手段、散热手段很单一，只有热辐射。而热辐射的话，这个公式你可以是网上搜一下，只有这一条途径。是。太阳能电池将光子转化成电子。2026年实验室最高纪录是47.6%，全系统效率从阳光到地面插座啊，这个有这么高吗？那就如果现在的目标是希望将来 NASA 的目标是希望达到每平方米500瓦嘛，在太空。如果要是实验室已经做到47.6%了，如果这是真的的话，就说明已经完完全全达到了 NASA 的要求了。因为你想想，太空是1300多，如果你47%点几的话，那可能是600多瓦了。如果要真达到这个，将来把它量产了的话，那真是我觉得前景无限。好吧。天宫用的太阳能是哪国的？是中国的。是中国的，可能是中科院旗下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家公司。是。应该也是国产的啊，只不过是实验室定制的。对，应该是实验室定制的。就这个东西现在没有办法去批量生产，因为用量太小。马斯克讲的话不是用猜的，或者是靠理论啊，务实什么实物一定可以一定可行，只是核实完成的时程不一样啊，不一定啊。不要把老马当成思想家或者键盘侠啊，这个好吧，这个我看这个繁体字都是很痛苦的。是这个，马斯克呢，我觉得有一点是确认的啊，这哥们是个工程师，对吧？他在工程上呢，他一般不会做一些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但是呢，他在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个创业者啊，所有的创业者都是乐观主义者，对吧？这个我记得原来马斯克也讲过，说悲观主义者永远正确，但是乐观主义者才能够去创造未来，对吧？那么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如果不是乐观主义者，那你没法创业的。对，然后我就说一下，马斯克等于我觉得也是在鼓舞别人的士气吧，鼓舞士气，鼓动信心。他说的不是说不能实现，我只不过不相信他在3、4年内实现这么快，一直在强调这点。是，其实我觉得最容易被马斯克所鼓舞的呢，就是中国人。这个他在达沃斯上就讲过，说，哎，这很奇怪，说我做的所有指导好像中国人都干了。他们就照着我的这个指点江山，就一步一步都实现了，对吧？美国现在削减新能源补贴呀，搞的这些事情，对吧？他说中国就老老实实照我说的都办了啊，他也觉得很遗憾。好吧，是没中国什么事儿了啊？这个大概率跟中国这个
这个地域之内的公司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了啊。天机算力不远了，还远啊！这个辐射散热太慢啊，这个确实需要解决吧，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别舔啊，先给他当年奔赴火星的特斯拉洗洗地呗啊！这个，他是有一辆汽车去火星了吗？好像是哈。没有啊，没有去火星。他是发了一辆汽车上太空吧？他用重型猎鹰火箭发了一辆这个特斯拉上太空，但是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洗地的呀。对啊，我给他洗，人家愿意，你我管得了？们给他洗毛线地呀。就是啊。哎，再点说这个中电科是不是在重庆的这个？那家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那两家企业，包括三安光电，我都不是特别清楚，我只是知道它有这个小规模的生产线，是，只是知道它能生产薄膜型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哎，我这个怎么点不中了？这个，它所有的动作都是奔着去火星，月球就是发射基地。就是月球，上次我们聊月球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上次我和老范聊的时候，月球其实我一直认为，就是用月球作为去火星的跳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还专门就是中断了一下这个老范的问题，给大家讲从月球发射这个航天器去火星，进入绕火的轨道比绕地轨道还要省推进器。为什么这么说？是。那么我们继续啊，这个评论我已经关不掉了，也没法换了。你那边能点吗？你能把我这这个儿没有，我评论关掉吗？这儿只有3条评论，特别有意思。那好吧，那算了，那算了，那不知道我为什么，继续吧。我这儿评论只能看到3条。我继续了啊。那这个三安主要是做氮化镓吧，这个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啊，我们就不要研究它具体是做哪个了。就是它现在但是做就是说是这意意思，三安可能有很多产品，但是它有小规模的这个砷化镓的3节砷化镓的生产线，这个是确认的。是，了解。然后啊，它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忽悠你的注意力啊，这个还得省多少个亿的宣发费用啊？这个对他肯定是大网红嘛，对吧？虽然现在第一网红叫 Mr. Beast 啊，野兽先生，但是这哥们儿我估计马斯克排前10没什么太大毛病，对吧？现在可能他跟川普大人不定谁前谁后了。不是啊，我觉得就是说你没必要去讲究这个忽悠别人的。你比如马斯克说又做可回收火箭，2000几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那时候谁不觉得他是在忽悠？对，是吧？可回收可复用火箭，问题就是他做出几个来，他最后真的做出来了，只不过时间有可能延迟。然后做星舰用筷子夹，还有一大帮人在那块骂他，说他在那吹牛。他不现在也做出来了。是，所以的话，我觉得你说那个忽悠，这个可能你给他加个时间限制更好。你比如像我知道这么着说3年或者4年内不可能，这个可能更客观一点。要不然的话，你要没有时间限制，我觉得你就有点你看的就有点抢了。是。啊，还有人说啊，别忘了马斯克把航空芯片转换成了商业芯片啊，没做成之前也被骂了，也被骂成狗啊。这个他也是觉得这件事儿可能啊傻瓜指数高了一点呗。对，然后他可能是回应前一个人的这个评论吧，因为我这看不到评论，我只能看。忽悠啊，我接着念，先说清楚啊，降本增效方面，这个世界无出其右啊。这得服啊！这个好吧，降本增效，这个就是中国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啊，我是搞过采矿的啊，海底6000米采矿纯属胡扯，成本怎么搞啊？那么大压力怎么克服？我觉得你就让人家说呗，那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在稀土这一块，特别是一些高精度稀土，欧美其实很多是采用回收的方式在处理，就是他们也能够，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而且它总的重量其实很少，就是每年我们也就是几百吨、几百吨的在那造，他们呢这个再去提纯、再去回收啊，你回收完了以后，其实还是提纯，这个事情呢。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如果我们彻底卡他脖子，那做呗，这事儿怎么办呗？那就不是成本的问题了嘛，是，对吧？他说你要去火星殖民，来来去去，月球重力低且没有大气风险的和成本都低啊，肯定是最佳的地点啊。这个去火星肯定是这个从月球去是最方便的啊，这个没问题。特斯拉的中国供应链啊，也只生产在中国的产品，卖中国啊，这个是注意啊，就是特斯拉在中国生产的整车，大概30%是出口的，但是呢，不出口到美国啊，它出口到欧洲，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澳大利亚啊，出口到这些地方。美国的工厂生产出，就是美国卖的车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生产的，而欧洲卖的车呢，就是德国工厂其实生产不出那么多车来。就是德国工厂就经常跟他捣乱，今天你跟小松鼠过不去了，明天跟什么鸟过不去了，后天有一什么蝴蝶怎么样了，反正就天天跟他闹事儿啊。这个，所以欧洲其实卖的好多的特斯拉是中国生产的。然后另外呢，这个特斯拉的供应链啊，这个就不光是生产汽车了，包括电池啊，还有各种的仪器仪表或者一些这些东西呢，这个确实是在供应全世界的很多特斯拉工厂。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从特斯拉开始啊，就是大众那时候在中国生产汽车，也是拿中国的各种散件，然后拉回德国去拼吧拼吧就开始卖。这个事儿是早就有人发明了啊，这个不需要等特斯拉来发明这事儿而且呢，他们最新下线的叫特斯拉 Cybercab，是这个就是没有方向盘的这个出租车啊，这种车号称是叫做 Unbox 生产方式。因为以前的车呢是必须在一个车间里头把这个白车身拼出来，然后再去喷漆，然后再去整个流转出来所以它最大的质量必须是在同一个车间里生产的。那么它这种 unbox 方式是你可以在一个工厂把它都生产成大散件，然后到那边把它拼好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车是不需要重新喷漆的，它最外边是一层那个黄色的这种塑料，它那个还不是不锈钢的，它那个最外边一层是个塑料壳。所以它没有这个喷漆的过程。就是以前的话，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在一个地方生产好，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它这个你到底是先喷漆后喷漆，然后如果是后喷漆的话，那你可能有些问题就没法解决了。所以它现在有了一些新的生产方式，所以更适合中国工厂去给它做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是特斯拉后头到。特斯拉从头到尾都是 AI 公司电动车只是视觉动态训练的幌子就是要 AI 机器人在月球工作，打造火星前哨基地这个前进基地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如果没有中国这么多电动车厂去追它的话，它可能也还开开心心在那生产电动车呢。这个有的时候。也是逼出来的，没办法，现在把它逼成了一个 AI 公司了。对，特斯拉上海工厂一直出口是的。其实，在比亚迪大量出口之前的话，中国出口的最多的电动车就是特斯拉，我们都把它作为中国出口电动车这个数算上了SpaceX 要求非大陆生产、非中资、非大陆供应链这个挺好的呀，咱们就不用在中国折腾这事儿呗。但是呢，它依然可以让这个中国的公司顺着他的要求，在他要求的地方建厂，这个事儿是可以搞定的。然后火星就是纯忽悠，太多不确定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认为所有不确定都不可以克服的话，这个事儿就我们就一直留在原地就好了还有走过路过打个招呼你说。没有，我就说你要觉得是纯忽悠，那就纯忽悠呗，无所谓。你是这么看，我们可能不这么看，是吧？听到忽悠开心一下，不也挺好吗？世界首富那是对吧？他愿意逗咱们开心一下，这多开心的一个事儿走过路过打个招呼大家新年快乐塔主又来了，挺好。
拜托 OpenAI 给他没毛线关系啊，你就别拿 AI 打老马的脸了。哎，这个 OpenAI 跟他怎么就没毛线关系啊？是现在还在打官司呢，这个老马还在找 OpenAI 要钱呢，对吧？这个人家创建的时候，老马还是给了钱的。另外呢，就算没有 OpenAI 什么事儿，它还有 XAI 呢，对吧？刚刚合并到 SpaceX 里头去的，对呀，人家在里头跑 XAI 跑 Grok 就完了，我干嘛要跑 OpenAI 呢？而且这个东西跑起来以后的话，你还可以跑别的模型呢，你比如跑个 DeepSeek，这个不也挺开心的吗？就算就算连 XAI 都没有，也不跑 DeepSeek。它有了这个硬件基础设施了，它不能够再搞个其他的 AI 吗？是吗？那个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个现在训大模型这个事儿，虽然成本降低了很多啊，但是没那么快。至少现在的这个老范是这意4.2，思，反正你马斯克又和它的太空大力和它整个打一年100万颗星来比，那个的成是本我估计就也不算太夸张了，是吧？一年是， 100万颗星这样的规模比，所以的话，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有 XAI，我觉得那位观众是不是也只知道个OpenAI？有可能啊，有可能。现在马斯克的自动驾驶赶上路啊，特斯拉破产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官司出来就是集体官司啊。现在马斯克的自动驾驶在美国挺多的呀，你只要 FSD 订阅了，然后升到最新的版本，它就这个一直让你用不就好了吗？现在很多而且 人也在做测试啊，FSD 是收从钱的吧收钱的？FSD 订阅的是收钱的吧？对吧？你收订阅的，钱的话，你要承担很多法律责任的。对啊。这个没有问题啊，现在在美国基本上已经可以完全脱手了啊，而且马斯克的这个叫做Cybercab 现在也下线了嘛，第一辆下线了嘛。但是呢，美国还要就是国会要过那个自动驾驶法案啊，现在这块好像还没有彻底过去，彻底过去了以后才能够大量铺开。嗯。说谷歌有过啊，太空不可能轻资产，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不太好说啊。这个 SpaceX 现在肯定按重资产去的，但是呢，你像这个 Robotaxi 还真不好说，因为马斯克那个 Cybercab 它是$2.5万一台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出租车还有一个价格呢？他其实是希望你把它买回来以后呢，你去运营这个车啊，到时候你去给这车充电，你去给这车清洗，你去给这车挪地儿，啊，他是希望搞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以后谁去运营这个 Cybercab，比如说 Uber 啊，或者是国内比如滴滴或者什么样的人，我们去运营这个车，那么他呢是有一个资产可以折旧，可以写在账面上的。所以呢，最后等于特斯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把这个资产变厚，而是其他人比如$2.5万一个把它买回来，把这个资产变厚了啊，那可能会换一种方式。来晚了啊，不晚啊！路透社帮免 A 炒股，炒概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个路边社天天干这个事儿，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隔天发射星舰成熟以后应该不难。这个隔天发射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等等看吧。这个事儿，这个我现在都说了009走了这么长时间，它现在最短还得要将近10天的时间。但你当然，009你是要把它放躺下呀？对，它的这种回收方式会有限制，但是你没有啊，你就算是扣除这些，你把这些运输啊什么的这些都扣除，嗯你还009还是恐怕很难做到隔天多等于其嗯他的这些就能组装好，嗯，能达到一种这个状态，所以那个前面的路还是挺长的。是是。对，请教一下啊，随着天基算力这个想法走向商用，近地天基产业链在未来10年会扩展到什么程度？除了天基旅游这样比较表面的行业和天基通讯、天基遥感这样的传统产业，还有哪些可能的方向？这个后边我就不念了啊。我觉得啊，以我们现在的想象力去想象这种未来，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我记得以前有人拿过一个照片，就是在电梯发明之前啊，一个城市的城市天际线是很平的，啊，在电梯发明以后的话，这个城市天际线就变成这个很多的摩天大楼。所以当这个比如说向太空中发射，物质啊，这个能够真的降到$100以下的话，那可能到那个时候，整个地球的这个样貌会发生改变的。到那个时候，到底有哪些新的产业，我们现在去想象，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事情。对，而且说句实话，这也不是我想的事儿，我是提供嗯，等于发射服务的。实际上我主对，要琢磨发射服务，就是说是其实应该是就等于顾客，我是那是。个服务供应商，然后顾客说用我这个送上去以后，然后他要干点什么，其实那是他们更该想的。是，还有说啊，两位老师，我事实上有一个核心的疑惑：太空算力到底是为了地球，还是为了火星或者月球？马斯克的 XAI 毫无疑问是，在地球地面算力中心的建设中是落后的啊。这个后面太长了，我就不念了啊。它是这样啊，就是马斯克的 XAI 呢，它的芯片数应该是比微软、比亚马逊、比谷歌少，但是呢，它的部署能力应该是所有的 AI 公司里最强的，因为呢，它把10万片，比如说 H200或者是这种东西，从购买到货到让它上线的话，它是速度最快的一个。因为马斯克作为一个工程公司来说，在这块上，它要比这种比如 Oracle 啊、微软这些靠外包公司的人还是要强很多的。至于以后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想它到底是为月球还是为火星了啊，它为人类吧，啊，这个可能会更现实一点点。对，而且还有人说啊，我觉得散热不是问题，啊，你说，嗯，我就说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最少近地轨道的太空算力中心应该主要是服务地球的。是你可是，以这么想就行了，最少近嗯地轨道的应该是服务地球的。嗯。还有人说散热不是问题啊，这里有 SpaceX 员工的访谈节目啊，这个人家给发了个访谈节目上来啊，这个回头大家可以去学习。说月球上设置算力中心会容易一点吗？我感觉有可能会容易一点儿在月球上，但是嗯你还是要解决能源问题。在嗯月球上，关于月球的那期节目，我们实际上也做了。月球的话，首先啊，如果我们考虑开采水这些的地方，嗯那它应该是最少水源的开采地，就是实际上是水冰。嗯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地方必须是从来见不着太阳，46亿年嗯见不着太阳，要这嗯，样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46亿年里见不着太阳，否则的话，一见到太阳，表面温度就会变到100多度，那这些水冰经过46亿年的时间早就蒸发没了。所以的话，是，必须是46亿年见不着太阳，这第一点。所以你的那个建设的这个月球基地啊什么的，或者月球定基点儿，最嗯少早期的应该离这个46亿年都见不着太阳的地方不可能很远，这个大家是，一定要意识到这点。所以在那儿的光照条件并不一定好，更何况月球是，是14天月昼14天月夜，所以太阳嗯能的这个照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在月球嗯上最主要的电力来源，我们现在认为基本上都是核电。那如果你把核电解决得很好的话，那在月嗯球建算力中心可能就合适。如果你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算了。嗯，是。啊，还有人说啊，这个小贩一旦脱离了他的领域，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我呢从来不保证我说的东西都对。然后呢，你如果认为我说的哪儿不对呢，请具体指出啊。然后你这个上来就是啊，你开对，始胡说八道了啊，那你就当我胡说八道就完了啊。这个事儿不重要，你这种泛你指没说的这个事儿有意义。也不重要。对，嗯。如何看待最佳登陆点啊？意思就是，如果中国在月球背面登陆了，就算只插旗，对美国来说也是大的打击，因为他们要找另外一个地方登陆，那个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水了啊。这个，我觉得月球上到底怎么样，应该现在还没有那么确定吧？不，
我觉得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啊。第一，嗯，对月球的整个全球的地貌，哪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你觉得谁清楚？美国曾经向月球发射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是且有很多探测器是长期运行的，你觉得哪个国家更清楚？第二是，块是在印度的月船1号发现月球南极附近存在水之后，那么美国有多少个探测器？我看到的最少有5到6个探测器，就是说进行了复查。中国有几个探测器去进行了复查？中国现在确是，认了月球上大概哪几个点上有可能有水，哪几个点现在中国已经确认了，最少这个消息没公布，对吧？但嗯，是美国是有一些确认点的，所以你说月球现在说中国先落下去，然后去插旗，我觉得你想的有点乐观，对，我觉得你想的有点乐观了，还是中国先发现哪儿有可能有水吧，多发射几个探是测器去，先确定疑似这个地方有水，然后呢，我们再是去琢磨是不是落在这儿的事儿了。是。好像说插旗没有什么意义啊，中国的技术大概月面停留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根本谈不上勘探。哼哼。对，就还有还是我人说说的那句话，对，那个就是说这48小时，我觉得这个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嗯，就是这样的，你想勘探的话，你想真的是深入到月球永远不被太阳照射到的地方去勘探的话，你要解决能源问题。嗯，就是这句话。如是，果你是用太阳能的话，那你勘探最多只能向这个深处走3.5天的行程，因为那个嗯，7天的行程，因为剩下7天你要把剩余的电力你要开回来，嗯，然后开回到可嗯，以接到太阳的地方，对吧？是，14天的月夜嘛，所以是，的话你最多只嗯，能往里走7天。但是如果你嗯，要是核电的话，那就无所谓，我可以一直往里开。嗯。哎，这个小车在月球上是不是跑得也不是很快？你像那个玉兔1号，大概它的总共在月球上待了，可能有几百天吧，它总共走了100-200米。啊？对这么短啊？对对，我以然后为这个也得玉兔时速二号有个几可能稍微十公里呢。长点儿，大概也是2-3公里，差不多也就这水平，也是啊，待了几百天。它已经不错了，就是说没月夜一来没把它给冻死就已经不错了。好吧，就我们开始都担心它经过嗯，月夜会不会冻死，没被冻死就嗯，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嗯，所以，好像是给就跟我们电池一样，那些嗯，妄想着中国的这些强大的光伏产业能够用到太阳能能够用到航天的太阳能上，和你这个月球探测这也一样，对，是的。这都是一样的啊，事情。有人给我们算数了啊，这个地球表面积是5.1亿平方公里，啊，这个刚才我的 GPT 算的也是这么个数啊，没毛病。地面采光权剥夺一点点，地球气候温度也会减少一点点，这对环境组织来说太环保了啊！这个我觉得人类在太空中散的这点垃圾，对于地球的整体影响，应该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除非嗯，它掉下来砸你脑袋上，否则的话没什么影响。对，再往后啊，这个约510,000,000,000，其实也就是5.1亿啊，这个事儿是没毛病的。太空的今天的太空竞赛由 SpaceX 的存在单纯的国家政治秀已经失去了价值。但这个没有办法啊。其实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有一个东西我们没讲，就是当哪天中美关系好的时候，这个事儿真的有可能一日千里。但是呢，是这意思。这个我们就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了啊，这个如果中美关系好的话，我觉得啊，可能比方说去火星，人类定居火星可能能提前个10年，是差不多是是，这意思。对。这个燃料泄漏为什么这么难以解决？啊，应该讲的是前面那个发射的那个什么是吧？发射那个 SLS 是吧？不是，是彩排，它是这样啊，啊，是当时好像是佛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低温天气，
啊，那这些加注啊什么的，这个时候的密封圈儿，大家也都知道，一般密封圈儿就是橡胶，航天上无非用的那嗯个密封圈儿可能更好。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是一种可能性。我只是说是因为本身液氢，你可以说液氢温度更低，零下180多度嗯呢。但是呢，本身反正的当时分析报告我还具体没看，现在我正在看那个 Starliner 飞船的那个分析报告嗯，NASA 现在公布了，我正在看那个报告呢，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就这块儿，这次的话，我觉得低温可能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嗯，陨石和射线影响有多大呢？你陨石你碰上估计就废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太阳能板。射线的话，他们肯定是要求考虑到射线相关的这种损害的。就是它里头我看的是有对，一个叫做射线这一块有一个玻儿的话，璃盖板，本身不是，航天这一块儿的话，本身就要考虑射线的问题。都会考虑，射线的对对对，关键是电子反转，叫做嗯容易造成电子反转，所以的话，包括各个控制系统什么的都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就是说，射线也是造成这个航天用的太阳能电池板比地面用的制造难度大的一个原因，是是一个原是，因。但是对，就是，总的来讲，你就可以理解为，只要是搞航天的，肯定要比地面的要贵得多，你就理解这个。嗯地面上的不能直接用到航天上，你就理嗯。解这点就行了。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就比地面上的用的贵得多啊，你到马斯克手里真不一定啊。那你就是上规模嘛，因为你的对，上规模嘛，本身就是说就是什么意思？你的生产你的环节多了，对你需要经过的工序要多很多，对，就单纯工序上讲嗯，就要贵很多。太空中的日照时间会比地上长特别多啊，这个它可以完全，永远有太阳啊，你只要是在这个叫太阳同步轨道上，它永远有太阳，永远不天黑。对，太阳同步轨道的一个特殊类型叫晨昏线轨嗯道，嗯，晨昏线轨道。是。然后太空中的向阳面儿和背阳面儿的温差特别大，这个应该是有吧在太空中向阳面儿大概是100多度吧，背阳面儿可能零嗯下200度多一点儿。，OK OK，对。我记得我以前特别早的时候还坐过伊尔36的那种飞机，就是在国内民航还有那种东西的时候，它那个飞机的上半截儿呢是滚烫滚烫的，下半截儿结个冰壳儿，就是你能摸到，就是如果坐在靠窗的位置能摸到那个底下是冰壳儿，就是你在地上都没有，飞起来以后，然后底下是有一冰壳儿，上面是滚烫滚烫的。嗯。南北极的轨道啊，这个是24小时发电啊，这就讲的刚才我们讲这个事情。如果分布式训练可行，那直接用用户的算力就行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这个里头要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SpaceX 啊，不是 SpaceXAI 在合并之前，有一个小哥出来去，这个也是参加访谈，访谈完了以后，马上被马斯克给开除了。那个小哥就是去讲说，我们准备租所有特斯拉汽车的这个算力啊，以后你买了特斯拉汽车，你这个车在家里充电的时候，我们就租你这个算力去训练模型啊，去给人做推理，然后呢回来以后就被马斯克给开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也是传输，传输的成本实在太高。继续啊，我看看啊，其实和过去的火箭一样，从高度军事化到现在的工厂化啊，这个，以前的火箭肯定是军事化，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但是现在你说其实也挺军事化的啊，就是 SpaceX 还是一个很严格的军工企业，不，那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军工企业了。好吧？嗯，你要是我是从军工企业出来的，按我的看是，法，它的管理已经很疏松了。已经很宽泛了哈。对，这个嗯，毫无疑问的。是。X 的分布式方案，通讯是首要问题啊。现在，NVLink 的速度不是
有线网能替代的啊，那无线通讯就更难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所谓的 NVLink 呢，它跟这个通讯介质是没关系的，它不是说我上了光纤，我上了铜线，我上了什么东西它就变快了。就是所谓的 NVLink 是这样，就是我们正常在两个电脑的显卡之间传数据的时候，你先需要把数据从显卡拷贝到内存，然后再从内存再到路由器，然后再到下一个机器，在这中间需要做什么权限认证啊，需要做很多的这种搬运，然后到下一个机器以后，你要再把这个内存这个数据从内存再搬到显卡上去，就这个过程很慢。而 NVLink 的话，就是它想办法让大家去绕过这个操作系统，绕过权限控制，绕过这个叫做什么的路由器，它自己在直接路由，从这个机器的显卡直接把数据拎出来以后，向下一个机器显卡传。它干这么个事儿啊，它实际上是跨越很多的这种叫做什么的隔离的墙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逻辑性的东西，是一个协议上的东西。大家不要把 NVLink 理解成一个说这东西就是光纤啊，就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啊。老范，我出去一下，你先继续念啊。OK， 马上回来。光刻机开机维护也需要无尘，它可能就是光刻机那一块无尘就完了，就没必要把整个工厂都搞无尘了。你真蹲在光刻机里头，蹲在那个什么极紫外线光的那个发射头前头去抽根雪茄，我估计那机器就废了，对吧？抽雪茄的前提是你得发雪茄，人家马斯克自己带着雪茄进去，这不需要你想。这个就现在而言啊，推理的通信延迟远低于推理的这个速度延迟，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你推理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其实很多的延迟是就是一次搬运，它这个延迟是需要累加的。散热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啊，这个是的，它有成熟方案，只是比较费劲而已。天基数据中心应该用来推理为主啊，给用户作为免费 AI 服务，而不是大模型训练。这个免不免费这事儿你就别想了。今天我们讲这东西成本高的一塌糊涂啊，这个肯定还是要有人付钱的，或者他总得把这钱挣回来。比特反转影响不小吧？这个肯定是啊，这个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就是在太空中上这个光伏板呢，它需要应对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辐射的问题啊，他们用一个叫做也是一个覆盖的一个基板，你如果不盖那个东西的话，它这个设备可能几天就在辐射下就失效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快速的这种或者很频繁的高低温切换啊，这个东西要去能够适应。还有一个呢，叫做漏气啊，这我不懂，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要到了太空中需要解决漏气的问题啊？这个事我没看明白。还有一个叫游离氧原子的一个什么侵害啊，那个我也不懂啊。大概反正是这个太阳能设备到了太空中啊，大家需要应对这几件事情。马斯克在做智商筛选啊，那我觉得我们不要讲自己智商高、智商低啊。我们就讲说马斯克干点什么事儿，我们很开心的吃了瓜就可以了，对吧？无尘也有不同的程度啊，这是肯定的，不是全过程都要严格无尘。但是这个就没法讲了啊，有的时候他就不愿意那么很严格的去区分，就干脆大家一刀切就完事儿了。他实际上是这意思。实际上是这意思，无尘有尘的话，真正实际上这都是比较通俗的说法。我们真正做的时候是，比方说你这儿的空气洁净度达到10 ppm 还是1 ppm？对，你们不是老说北京那 PM2.5 吗？100万分之一，每1立方米里，比方说有10个灰尘，10个灰尘的话，那算这个就10个 2.5大于2.5的这个灰尘。那么我就叫10 ppm。如果1立方米里有1个大于2.5的灰尘，我就叫这个1 ppm。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无尘度，一个是要求颗粒多大 ，PM 2.5微米的，0.1微米的，把这个要求清楚。第二个就是几 ppm 嘛，就是看几 ppm 嘛。我们一般做卫星的工厂，就是整流罩。卫星装到火箭上之前，要和2级或者说上面级对接，然后核整流罩。
这个一般我们最少的要求都是2.5的颗粒度，2.5 μm 的情况下是10 ppm。嗯，是。那你说抽根雪茄能到多少呢？那高了，那马上的话可能就是得到 PM 2.5了，PM10大概500、600了。当然和距离有关啊，你要在那附近的话500、600。是。抽根烟，一抽烟我测过，那个我都测过，一嗯抽烟的话4、500、5、600马上就上去了。好吧。这个有没有实验数据？太空中的算力芯片故障率由于高能粒子，比如太阳风或者是宇宙射线，平均来说是地球故障率的几倍啊？这个呢，现在是谷歌那颗好像发了吗？还是没发？反正是有一个公司已经发了一颗上去了啊。不是，但是发完了以后老范，的后续的实验数据不知道了啊。老范，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嗯如果你要真的是准备在太空中建数据中心的话，你也不能够拿现在普通的地面上用的芯片去，你本身就嗯，得造耐辐射的、耐这个太阳辐射的这个芯片。它可能会有个壳吧？不光是壳，它应该是整个的这个相应的处理措施都不太一样。是。具体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太空芯片实际上是有专门的这个生产流程的，它会在普通芯片上要加几个流程进去，嗯。不光是但是加前面壳的问题。那个咱们其实做过一期节目，就那帮人已经发了 A100上去，但是发完了以后，那只是做后边怎么样实验不知道。去摸底，那对，只那就是做实摸底了。验去摸底。你要上，就是说规模化的时候，如果你是搞规模化的，那我肯定专嗯门增加工序去做。你个别的做实嗯验不值当，但是你要是上规模的话，那就是值当了。嗯。好的啊，然后说天机最大的优势是第一啊，可以无限扩展，不受选址限制；第二，可以去监管啊，只要运力跟得上，一个工厂的落地成本等于零啊。这个我觉得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啊！你光发上去多少成本呢？还别说在地上造这东西多少成本。对呀，你发上去就多少成本呢？对。就按现在1公斤$1000，你算算，将来降到是$100，那也不便宜啊，1公斤$100。然后大模型训练每次都需要同步全部数据，这意味着每次任务需要几十个 GB 的数据同步啊。这个你说少了啊，因为它那个数都是要比这多得多啊。然后土工可以去看看 SpaceX 前员工的访谈啊，讲了大量的太空算力的技术啊。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让他看了，回头我去学习一下吧。前员工的说法我看过啊，说的有问题啊，这个你觉得哪儿有问题，你可以说。我看视频里讲的技术都是成熟技术，其实很多东西你没有去用之前还是有问题的，还是要去折腾一下的，就是你总要我去的想法测试嘛。反正我的想法反正是在太空的话，肯定应该是用地面测试，通过的成熟的技术，嗯，是的，不可能说我因为们在地面发上去都通不过。你就拿它没办法了。对，不对可能说在地面上都没通过，我就拿到太空上去，这绝不可能。对。然后啊，为什么不用 HF 登月？FH 是什么玩意儿？重型为什么猎鹰 不要啊？猎鹰 Falcon 啊。 Heavy，重为什么型猎鹰不用？登月的话，你的运载能力很低，你可够。能只能送个几吨或者十几吨的载荷最多送到月球是。上去。那样的话，你嗯的这个和现在美国重返月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但重嗯。型猎鹰并不是说在重返月球的这个阿特米斯计划中就没用。比如我们向月球轨道发个货运飞船，发个小货运飞船，发嗯个快递，这类的事儿嗯。都可以做。但是你想送人去，那可能只能送个2个人的这个2名宇航员过去，就是这是。个登月飞船，这个嗯地月往返飞船。那你要是嗯要送物资也送的很少，所以不用 FH。嗯。是说不维修的方案打上去大概5到7年寿命就好了。
这个现在可能距离计算这个还有点时间啊，这个要等 SpaceX 上市以后，真的开始打完了以后，我们去看它的财报啊，然后咱们再去研究这个到底是几年。但是现在一般算力就是地面上的算力机房大概是3到5年的这个折旧啊，它是到5年就算是把这个你购买成本全都折旧干净了，大概是这么来算的，就是在财务上是这么算的。然后啊，寿命长的可以一直在太空上啊，因为电是免费的啊，免维护的，这个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吧？它最后维护呢，可能是有一部分需要维护，然后你最后的维护成本要摊到所有的这个星座上面去。你轨道维持也要那个什么呀？要你每年你在这个要700公燃料的，里成婚线轨道上，每年大概还得有20到30米每秒的 delta V 维持，这个维持是要靠推进剂来实现的。你嗯那个推进剂用完了，你还得补充呢。嗯。简单的说啊，它现在的通讯功率很低啊，这个功率嘛啊，效率很高，但是 GPU 的这个效率就不高了啊，这个我没看懂你是接着哪段说的，啊，100千瓦的天基 AI 服务器要多少平米的太阳能电池板啊？这个刚才咱们怎么算？100千瓦，1000瓦2平米吧，我不大概是这么算，3平米。不是，就是说4节的一平4节的这个生化家的，大概1平米大概需要这个1平米是430瓦嘛，所以一啊，千一1000瓦，瓦1000瓦的话，大概需要2.1、2平米多一点。2嗯，平米多一点。如果要是3节的生化家的，那个3平米吧，1000瓦大概3点几平米，然后你嗯，自己算嘛，这个都是。再乘100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因为月球没有重力剩燃料嘛啊，大概刚才讲咱们是飞火星更便宜还是飞地球更便宜的事儿。埃隆·马斯克最疯狂的想法或许真的是可行的啊，太空算力中心，这个咱们等着去看吧。就月球它这种发射的话，分布式算力中心，最关键的就嗯，是卫星间的通讯速率能达到多高，它的激光通讯，对，卫星间的激光通讯最终能达到多大的带宽，传输速率能有多高？嗯。如果够高的话就没问题。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这种激光通讯，因为我估计应该还是跟Starlink 那个一样，Starlink 的卫星其实大量的通讯是你打到 Starlink，然后 Starlink 把那个信号再重新打到最近的地面站，就是它只是做一些中转。那么可能我们如果有需求要求它去算的话，可能它也是在一颗卫星上可以同时满足多少个人的工作，然后做完了以后就给你发回来，它并不需要在星间做特别多的传输，或者它可以做很好的调那配。看你计算量了，看你计算量了，也看是，你上面的芯片数量了，对，单星的芯片数量了。这个因为现在咱们讲的像什么 NVL72啊，就是英伟达的这种芯片，当然它那个玩意儿是没法打到天上去的啊，那个东西它巨重，而且功率奇大无比，它那个的话就是，咱们现在一般都是一个 EU 的机器上面是，8块 B200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算力，就是它这种东西基本上是够你在上头跑一个，比如像 DeepSeek 吧，就是671B 的这种模型，单独跑，然后每秒钟大概能够到几百个 token 啊，那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一台机器。嗯嗯。然后这个月球发射的话，推进剂用什么方案？真的是电磁发射吗？这个等你去看我们前面那个视频吧，对吧？这个还是前头讲了很多东西。然后有人问散热板1平米多重啊？散热板我这个没太估计过，这个我还嗯，真不是特别在意，就是怎么去估，因为这和材料什么的都相关，这个而且是进化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但是散是，热板的这可以这么说，它的就是说单位面积的重量肯定比太阳能电池板这种模式的太阳能电池板要高得多。啊？
散热板还更重啊。对呀，你要散热效率要高。不过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真是那种纳米的石墨烯真的做好了的话，那是很好的散热板材料。嗯，好吧。然后啊，这个我们要快一点了啊，我看看这个还有好多评论呢。这个有人说看过了啊，他都没算过 AI 芯片的效率问题。你这个3、5年它都不可能发上去，你现在去算 AI 芯片效率问题干嘛？等到它发的时候，芯片都已经涨了2、3代了，对吧？它算那个就完了，所以你没必要算现在的。老范和土拨鼠双替马斯克这个辩解吹到天的牛啊，这个那我们是说我们坐在这儿说马斯克是个傻逼，你愿意听这个吗？对吧？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换一个频道去听，对吧？有的是人讲这个的。对，它天空通讯速率比不了有线通讯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再去研究这个事儿了。天基算力不是最可怕的，天基常规武器才是，咱们还是别研究武器的事儿了啊。你从天基这个事儿呢，原来讲的就是说我们从上头扔个什么东西下来就可以毁天灭地，但是后来好像试了试，也没什么效果，在地上留了一个小眼儿，然后啥也没有。月球没有生产甲烷材料，这个不过星舰有电磁发射，好像好猛的感觉啊！这个月球到底有什么？咱们再看吧。AI 芯片发热量比通讯芯片发热量大很多，你只要是功率上去了，你就得发热，这个没办法。对，就是英特尔消耗好像最新的功率的事儿。CPU 是700瓦的，都不知道他拿这些电干嘛使了。这个太空算力应该是 TPU 为主，这个你就别想了啊。如果马斯克发上去，可能马斯克自己就做了一个叫 AI5、AI6的芯片上去，对吧？它都是专用的这种 ASIC 芯片，是定制的这种多功能半体这个半导体，做推理为主啊。这个咱们就别看它这个了。我们要快一点。我天，它对，是抓紧点儿吧。三维散热，对，应该是个三维的这个形状吧，就是个散热板。电磁发射靠什么？核电啊，一个大概率现在是核电。我看看还有什么，太空数据中心还真行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再去研究行不行的事。为什么高配特斯拉 Model Y 和3用的是 LG 和松下的电池，而不是宁德时代和这个比亚迪的？其实都有啊，这个都可能在美国你们买到的是 LG 和松下的多一点，其实在美国你还可以买到特斯拉自己造的电池，特斯拉自己是有那个电池工厂的。对吧？但是呢，宁德时代他们在就是也是在美国给他建的厂啊，在墨西哥给他建的厂，但是建完厂以后未必叫这牌子啊，所以大家不要老在这儿去画这个线。不知道在月球上用惰性电叫什么惰性电池吧，还是惯慢？这不行，这个词儿这个字我看不清楚，效果如何啊？这个看不清楚就别费劲了啊！就是你们发我现在繁体字了，完全我都有可看不到你能看不明白。那块儿的那些评论。一句话，热量指数及差距怎么能用原来的技术来解决啊？这个，你再聊聊啊。什么就是热一句话，量指数？热量指数级差距怎么能用原来的技术就能够解决呢？不是，我其实他说没太看懂，的热量指数级是和谁呀？谁和谁热量指数级差我也距是？没看懂。对，这个欧洲人的消费习惯也是购买自己本地传统车企生产的电动车，没毛病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它那个传统车企好多是被中国收购的，对吧？这个，呃，因为前2天那个谁徐凯回来嘛，他在西班牙，他就讲说那个西班牙现在有一个特别老牌子，然后已经死了多少年的汽车品牌，被中国的一个车企上去给复活了，然后重新在这卖中国电动车，卖的可开心了。哼哼。这个太空光伏啊，这个是 Solar PV 为主，什么温差发电为辅啊的综合系统，这个我就不懂了。
不是，他那个太空官服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半天了，我觉得不用多说了。是然后温不用再差发电的聊哈。核心问题是效率太低，3%到5%，效率太低了。行了啊，这个我觉得后面的我再看看最后吧，我实在是有点念不过来了啊！我天，这么对多，对，快一点吧，我要跳过了。我咱们发现大家要不然就还是很热情的，我把它是吧？都念完，今天晚上过不完了。还有人大段大呃，段的在这儿写，嗯好吧，我们念最后一个吧。说这个节目好嗯，啊，这个听着就想睡着了，好吧？这个也不错。挺好，嗯说大一统肯定是单一叙事，这个是啊，这个哎，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美合作嘛。小时候就是看央视真的，我还春晚都是那句话，如不知道果中美真的能草字为猴，合作，是登陆火星，就建火星殖民地，包括建月球基地，可能真的是会大幅提前。可惜啊，这是，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了。嗯，这两个都属于是你不把它打服了就不行的这种地方。这个嗯，打服了这个成本又太高啊，所以咱们只能这么将就了。对，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啊，就是中国跟美国虽然合作起来稍微难一点，但是呢，中国企业跟美国企业，中国资本跟美国资本，包括中国人啊，离开中国到美国去，这一点呢还是蛮灵活的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也中国还得看吧，是在找中国人发挥作用。现在是不是也不行了？也比较其实难了。还是去的挺多的，其实还是行吧，去的挺多，只是他现在要求肯定比较严格呗，对吧？你比如说你来了以后必须有绿卡啊，或者说你成为美国公民多少年以上，刚成为美国公民，可能有些岗位还不让你去，对吧？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只要是因为是商业公司嘛，SpaceX 还是一个商业公司，他还是会想办法，找一堆律师来，然后做合规化处理。比如说这样做绕一下就合规了啊，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做合规化规划吧。这好吧，个马斯克好吧，好吧。可能计划自己造光伏板，是这个马斯克一直是有这样的规划，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生产的管理者啊，他们只是做管理啊，就真正生产还是有这个华人公司来管理，去给他们做生产。好，嗯差不太多了啊，我们俩已经快2小时嗯，了，不能再跟大家扯了。对对对对，嗯。感谢大家的陪伴吧。然后后边我们再看到什么啊，这个中国赢麻了的事情，我就这个跟航天或者跟军事有关的啊，我会再把土拨鼠找来，然后我们再去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好啊，好啊，好吧？这个赢啊，我觉得华人能赢，但是中国稍微有一点小难度，差不多吧。对吧？嗯，去火星开发房地产 GDP 又拉升了，你想太早了，想太多了吧？好啊，那我们今没有啊，天就到这里我不是说来个想在太空开发房地产吗？我不是以前啊，是提过一个太空基础设施的这个项目吗？你可以翻翻我是以前的节目，那玩意儿我觉得是是是还是挺有前景的。是是，好啊，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啊，然后下面的话就等着向月球发这个火箭的时候啊，咱们定好了哪天，咱们再接着直播。暂定是3月7号，好吧？3月7号，好，那没问题，暂定是3月7号。咱们到时候去再直播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关注土拨鼠札记的频道啊。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再见，拜拜。结束。